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志祥，向全球各地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顺心哦。那也请各位观众呢，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分享，我们正冲向20万粉丝的订阅大关，谢谢各位。好，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大使谢文吉，志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时事评论员王尚志，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彭华盖，静乔好，大家好。好，欢迎3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一开始呢，还是要持续聚焦现在全球最重要的事情哦，就是中东的这个议题呢，美国总统川普他又再一次被伊朗方面打脸了。怎么说？前几天呢，川普他才在这个他的真实社群上面是说的很好听啊，说伊朗主动要求要举行一场和谈，那双方呢要在卡达的首都杜哈来见个面，只干戈一下。但是呢，马上就被德黑兰冷回了一句说，未来几天我们都不会跟美国举行任何层级的谈判哦。你不要派人来谈了，跟你没有什么话好说。然后呢，另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这边，大家可别忘，以色列是最不想终结这场战争的一个势力。这个该国的防长卡茨呢，他就说，以色列现在已经准备了一项独立执行的攻击计划，就是可能就算没有美国，他也要单干。那只要伊朗呢胆敢对以色列发动飞弹哦，那么以色列最快呢就可以在明天跟伊朗开战，反正就是闪电之内他就可以继续开打。那也准备在这个伊朗的境内要执行所谓的蓝白行动哦，然后呢，甚至已经把伊朗现在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行踪成谜的最高领袖穆基塔巴也要列入这个击杀名单。当然，穆基塔巴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有没有被以色列的情资给掌握住呢？或许只有卡茨他自己心里清楚。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就有2个剧本。川普认定谈判如果走到尽头呢，就可能要恢复打击伊朗，那继续跟以色列继续这样一起联手来制裁伊朗，这是第一个剧本。第二个剧本是伊朗攻击以色列，然后也就继续发动这个第3次的伊朗战争。反正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法终结就是了。那马上7月4号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的这个大日子了。这场战争泥淖还要继续在中东烧下去，这个场面真的对谁来说都不好看。所以首先我想请问一下介大使，现在看到以色列这样全身带刺，好像一副要继续跟伊朗跟你拼输赢，跟你拼到死的这个感觉，他是不想被美国这个抛弃来独立应对吗？那川普眼下也非常急着要跟伊朗和谈，结果被打脸，是不是种种迹象都显示他现在真的已经没有时间继续耗下去，要急于脱身？对，其实美国川普总统的目前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和谈，然后呢脱身，那不要再恋战了，因为他面临国内政治的压力非常的强烈啊。那另外这场战争的话，他可能已经认为已经有点得不偿失了。从头开始这个目标就设定错了，然后没有达成初步的目标，第2个目标也达不成。那所以呢，现在川普的策略已经蛮清楚了。那可是川普跟跟着伊朗的谈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这个中间还是怎么样，就是有点拉锯。有的时候变成打打谈谈，谈谈打打。那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我想他最不愿意见到就是美国跟伊朗的永久和解。而且这场战争如果美国跟伊朗的和解以后，会造成中东区域整个权力结构一个变化。那简而言之，就是伊朗的势力会大增。对。那所以这个是以色列来讲是绝对不愿意发生，所以他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对伊朗进行攻击或者说更重要的是破坏美国跟伊朗的和解。那可是因为川普的心意已定那所以以色列现在也找不到这个着力点，因为如果跟美国公开的对抗的话，对以色列来讲也是一个不可承担之重。所以这2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就是说现在也怎么讲呢？就是口头上面先把话都讲在前面，要等时机。那卡兹部长那个国防部长，以色列国防他讲的，就是说对以色列动武有2个先决条件。那这2个先决条不必然有先后次序，或者说这个要2个都符合，中间有一个符合，他就会去动武。第一个呢，就是说川普决定恢复打击。川普跟伊朗的谈判已经走到死胡同，川普决定说再对伊朗进行打击。那时候以色列就是绝对是怎么样跑得比美国还快，开枪，跑得比美国还快。第2个情况就是说出现的话，就是伊朗如果攻击以色列的话，
在没有任何理由攻击以色列，那以色列绝对是强烈反击。所以这两个情况就是说，他话已经撂在这里了。那不过就是说，比较难的就是说，川普要决定对伊朗进行打击。那这2天事实上也对伊朗进行打击了，可是很多方面的报道都说，这都是连点穴都不算，就好像就是轻拍2下，那个交代一下，说你打那个赫尔姆兹海峡的这个船只的话，那我就要攻击你，那造成多少伤亡？你打的那个点到底是打到那个怎么讲呢？打到那个岩石上呢，还是打到沙漠里？谁也不知道。所以这种就变得有一点就是说交代了事的感觉。那所以以色列现在的真正的，我觉得他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美国不再把伊朗当作首要敌人。这个对以色列来讲，是他整个国家发展最大的一个隐忧啦。那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很清楚，我想不是他领导人清楚，以色列老百姓也清楚，美国关系不能搞砸。美国关系如果搞砸的话，以色列就靠自己在中东地区玩吧，那可是很危险的。没有美国，没有今天的以色列，所以美国对以色列的资源，不管是外交、军事、安全各方面的资源，如果任何一方面出现问题的话，以色列就举步维艰了。是，好，大使刚刚有提到，以色列老百姓他们也都是心知肚明啊，跟美国绝对是没有办法闹僵的。但是现在我们有阅读到，川普跟纳坦雅胡总理之间，他们的裂痕似乎已经是没有办法修补了，快要爆炸了。外媒已经多次披露说，两人这个每次打电话都讲出了这个火气哦，都讲出一些蛮难听的话了已经。那副总统范斯他更讲得明白，他说美国跟以色列的确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但同时存在了一些分歧。他也警告以色列官员不要再攻击自己在世界上谨慎的强大盟友了，这也讲得很明白。那我们再结合刚才讲的这个以色列设定的2套可能的开战剧本，那第一套目前看起来是越来越渺茫了嘛，因为川普已经不太想再跟伊朗继续这样纠缠下去。那以色列会不会用一个假旗行动来制造开战的理由呢？尤其是当白宫对以色列已经越来越没有耐性的情况下，如果以色列继续当一个引战仔去，不管是挑衅伊朗，还是继续欺负黎巴嫩真主党也好，反正就是继续去刺他，然后呢，把这个战火再重新烧起来。干哥，你觉得美军下一个行动会就看着你以色列表演，还是说没办法，头已经洗下去了，我必须跳下去跟你一起打？不，应该是你讲的对啊，就是现在就是看以色列，你接下来你要怎么表演？那为什么吗？因为你刚才讲没有错啊，你知道吗？其实范斯他曾经讲说，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跟以色列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有些部分不太一致啊。这个可是就埋下很多问号。他说，我必须让内塔尼亚胡保持一点理智。这就是他现在接下来的谈判要谈的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到杜哈去要谈的重点在这里。你能不能够保持一点理智啊？你不要自己来好不好？在我们没有答应的情况下，你自己来，你要自己演吗？后果是什么？谁要承担？2个国家，以色列跟伊朗跟美国之间，都已经是同床异梦，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了。从伊朗去攻击长立轮对，那个时候我就很惊讶，为什么？长立轮是我们的船啊，挂新加坡国旗啊，你在赫姆兹海峡遇袭，我心里想，怎么不去打别人的船，就打到正好是我们台湾的船啊，对不对？那对于其实说句实在话，对于东方人而言的话，是觉得很难以接受的。就伊朗你再次违反了停火协定，那可见得你们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用嘛，根本没有实质的效益嘛。伊朗自己也讲啊，除非要有在1、4、5、10、11这么多条条款都能够实践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继续谈下去。这么多条件啊？为什么？里面讲的10跟11，10就是什么？10就是你现在要把我的那个资产给解冻，11是什么？11就是你现在要开始要让我伊朗的石油可以卖。光这2条啊，美国到现在还是做不到。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干嘛呢？那我们伊朗也可以不用遵守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对，
在这种情况底下，对不起，我们现在讲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大家知道吗？就是真主党的靠山叫做什叶派。如果今天什叶派不理真主党，那就不叫什叶派了。所以伊朗不可能弃真主党于不顾。那这种情况之下，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的斗争跟冲突是不会停的。那好，我刚才为什么讲同床异梦？因为真主党跟你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不是我美国要打的战争，不是我美国主张的战争。我主张的战争是伊朗必须去核化。那你现在以色列你要开另外这一条跟真主党之间的战线，川普是不会同意的。可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冲突，都是来自于伊朗本身跟以色列为了真主党而爆发的许多冲突。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两个人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现在在美国的本土里，本来共和党是非常的支持川普的行动的，可是现在年轻人，从26岁到49岁的人，有40%以上现在都不支持啊，倾向于不答应美军继续在这件事情上面再出动兵力。所以你就晓得说，整件事情越来越不利于川普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越来越不支持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以，如果说以色列要采取第二个剧本啊，自己对于伊朗发动第3次以伊战争的话，可能吗？可能，因为以色列空军做得到。但是如果以色列空军做出那一步的话，那就会把整个中东和谈的局势完全在摧毁到第2次就是说伊朗战争之前的那种态势。那等于是完全怎么样？就等于是说以前的努力完全都白费了嘛。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川普的期中选举有很大的影响。他不要等闲视之，我觉得状况非常严重，就看明年的和谈能不能够真正开始进行了。是，好，在刚刚分析完之后，我们就持续观察到以色列现在急于点火的同时啊，伊朗现在最大的一张王牌还是依旧在荷姆兹海峡上面，他也做出了几点声明哦，包括了警告巴林，说巴林是美国第5舰队所在地，警告他，同时也是放话给所有的波湾玩家，就是呢，如果美军使用基地打到伊朗呢，那你们这些借他基地的人也要付出后果。第二，跟法国讲，你不要来插手荷姆兹海峡的排雷，因为法国你想跟阿曼合作，但是伊朗就警告你不要添乱了，潜台词就是这个海峡安全是我说了算。第三，伊朗跟阿曼呢启动了荷姆兹海峡的联合委员会首次的会议。阿曼的外长他说法就很值得注意了，他一方面重申反对要收取正式的费用，但是一方面呢却没有排除设立所谓的海事服务费机制，甚至可以说可以参考马六甲或者是新加坡海峡这样的模式，这感觉就有点在给伊朗想收取你不管叫做通行费、使用费、海峡管理费，不管就是要收钱这件事情，开始在好像酝酿，给你一些台阶下哦。所以我们就想说，《华尔街日报》就做出一个报道，说伊朗正在赢得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的这个战争，是真的吗？那阿曼现在分区这个通行费跟服务费，甚至提到了马六甲、新加坡的模式，是不是就在替伊朗在铺路呢？这笔钱伊朗是赚定了。上次跟怎么看？我想在这美伊的谈判过程里头，最微妙而且应该最难搞定的就是荷姆兹。对，因为荷姆兹它不只是牵涉伊朗的非常关键的此刻的未来整个国家的利益不知反几啊多少钱，它也牵动了包括美国在整个波湾地区的实质的最后这个控制权的这个感受。当然更不要说牵涉到全世界，尤其亚洲那么多国家的游动这个地方出来了。因此，现在美伊谈判有那么多核浓缩铀等等的，然而这里有最关键、最难测、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荷姆兹。所以这几天因为荷姆兹海峡的关系，美国跟伊朗又开始出现战火了。这个东西其实凸显这个荷姆兹的这个微妙性或它的不可测性。当然，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所说的，觉得伊朗要赢了，它的这个角度，当然。美国的这些主流媒体，其实他们在意的只有3样东西啦。第一个是美国的利益，第二个是美国的期待，
第三个是他们一旦畏惧这些利益期待不能达成，所以他们完全站在美国角度去想。所以我觉得倒也不用都这么角度看，而且他们对于基本上也是要施压川普。真正值得看的，就如同刚刚其实金教所提到的阿曼的角色。阿曼的角色其实在这一波其实波湾国家当中非常有意思。当然，荷姆兹海峡北边是伊朗，南边的海岸其实就阿曼，它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不会比伊朗不重要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国家，包括法国，一直想介入？他不跟伊朗谈，伊朗不理他，美国也不理他，所以他赶快跟阿曼谈。而阿曼也保持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波湾当中炸得死去活来之后，你看到好多国家都找了巴基斯坦、保了埃及，其他的这个大家来保驾护航，唯独阿曼还是很谨守。跟这个，特别是跟美国方面、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他不断的一直强调，甚至变成最有力量的。要知道，像阿曼呢，其实他被视为都是中东的瑞士，他长久保持这个中立，是所有国家当中，无论跟伊朗、跟以色列，不要说美国跟欧洲国家，保持最等级，我觉得是第一名比阿联酋甚至还更夸张一些。所以在这次之后呢，他还是积极强调要进入这个波湾国家的这个联合海。就 GCC 的这个所谓的等于是所有波湾国家扣除伊朗之外的这个军事合作，就大家一起军事合作。所以现在大家其实都要重建，大家都有自己在盘算。比如说，包括阿曼自己也都在设想怎么绕开荷姆兹海峡。我们都知道阿联酋、包括沙特都在建新的油管，以后都不要走荷姆兹了。大家不会相信这次伊朗的这个冲突只这一次而已，后面就没事了。所以大家都在找后面的备案，包括阿曼自己也是。但是阿曼的这个地理位置恰好在波湾的跟伊朗的荷姆兹海峡的入口，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弹性的，它也在设油管。所以呢，这里头可以看到阿曼的灵活性或多元性。我们从外面看是你很有矛盾，就是刚刚讲。你不说荷姆兹，可是呢，你又要去愿意谈那个制度谈判。好，于是现在重点来了，阿曼这么现实，阿曼这么保持中立，现在他面对的问题不是伊朗或美国的压力，他现在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荷姆兹海峡免费的时代还能再重新出现吗？对吧？现在无论就伊朗，无论就美国，大家在这里头的拉锯，但真的能够免费吗？荷姆兹海峡这次全世界终于知道多重要了，这个重要性难道等于未来在经济资本环境的市场、能源市场等于不用钱吗？所以我觉得阿曼一旦面临这个趋势，他恐怕无论他要不要，也要顺应这个趋势。不只是伊朗的军事压力，伊朗军事压力当然还是最关键的，但这个大环境的趋势，我觉得以这些能源国家对于资本、对于趋势、对于钱那么敏感的荷姆兹海峡，未来不可能免费不收钱了。是，好，谢谢三位来宾的分析。更多的国际大事深入讨论，我们待会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欢迎再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那这一趴呢，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干了3件大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活捉马杜洛，改写了委内瑞拉的政权。第二呢，就是发动了我们刚刚讨论的很多的美以战争，到现在都还是一个焦局。那让这个中东再现瞒天的战火。那第三个，大家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的切身的感觉存在感没那么强，没有前2个那么洗白。但是就是美国在自家的后院呢，加勒比海疯狂的打击许多的毒枭跟这个运毒的行为，好，是非常高调的向毒品宣战。但现在发生一件很糗的事情就是你美国这么高调的，好像扮演我是一个这个弃毒超人的感觉，美国队长的感觉，结果没想到这个敌人就在本能寺自家的航空母舰竟然也染上了毒瘾怎么回事呢？根据美国这个《星条旗报》的报道，雷根号这个颇具盛名的一艘航空母舰，竟然有58名官兵涉毒这件事情是在2023年的3月其实就已经陆续开始传出来。当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调查跟认证，然后最后做出的结果就是58个人里面有6个人遭受到了这个军事法庭的移送，另外52人也分别受到了行政的惩处。
58个人在密闭的航空母舰上搞这个毒品派对，你可以想象吗？这已经不是这个1-2个害群之马说哦压力大我要吸毒的一个个案，这已经是整个贩毒网络进入到美军体系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情了。这无疑是甩了三军统帅川普总统一个大巴掌啊！你一个带头弃毒的人，结果你自家的官兵在后面这个 party 开心吸毒啊！所以这件事情，航母吸毒事件究竟有多精彩？揭开了美军哪一些不为人知的黑暗面，我们交给调查专业的干哥带大家深入。这种事情哈，你看到以后你会非常惊讶，为什么？因为大家会想说，其实在全球的军队里面，涉毒的事情已经不算是新闻了。我们台湾也很多啊，可是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这是在航空母舰上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涉案的这个毒品叫什么？叫做麦角酸2乙烯啊，麦角酸2乙胺。2乙胺这种东西，坦白讲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半合成的一种兴奋剂啊，也是迷幻药的一种。那这种东西，老实讲一句，怎么能够上得了航空母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你会想说，奇怪，我们可能可以寄航空邮包寄来寄去，对，要寄到航空母舰上面去，那怎么行呢？在一般的正规的毒品的流向之中，你会晓得有机场安检，有 X 光机，有仪器，甚至有缉毒犬，这些你都逃不掉。可是上了船，那你就可能逃得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经过人，人是最容易突破的。这些邮件，你知道他怎么寄来的？这个案子发生在2022年到2023年，这个水兵叫做塔克。塔克他每一次进啊，这个就是这个毒品，它是一次250片到1000片。那你就想这么多？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一个拳头这么大而已。对，一个拳头大而已，1000片也就这么大。那他怎么样上的船？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老鸟、老兵，经过的安检人员也是老兵，经过人，所以大家才想到说啊，原来他可以在船上策动了58个人，这么大的规模的一个贩毒网络，所以被破获的时候很惊人。他被破获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名水兵在上岸，因为他们雷根号航空母舰驻扎在日本横须贺为母港，一个水兵放假上船，结果在路上的这个宿舍里面坠楼身亡，因为他吸了这个药片。这个药片它的绰号叫 LSD， 然后可能很多人对他没有印象。现在简介一下，我们台湾的称呼叫什么？叫做摇脚丸。摇脚不是头哦，是脚哦。不是，就是摇脚丸。那他在现在的年轻人的昵称叫做邮票，因为它就像邮票这么一点大，或者叫做方糖这样子。那这个算是在我们国家算是2级毒品。那问题是这个毒品吸食之后，它呈现的状态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会飞，第二个就是你撞不到我，也就是跑到马路上，车子开过来你撞不到我，那就是一种程度的迷幻药就对了。那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吸食的话，你可能心情会更不好，你就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接下来我就要讲雷根号之外，还有福特号。福特号是不是从去年的9月派到了今年的6月，一直都没有靠港，对不对？所以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发生了洗衣间大火事件。对，洗衣间被烧掉了，600个水兵的床铺全被烧光了，害这些水兵只能够睡在所以没有床铺睡，只能够睡在地板上面。然后你说这个事情就已经非常离奇了，又发生了，怎么搞的？那个真空马桶啊，竟然10个里面有9个堵到了，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绝对是人为的，这是人为，这不可能是就是系统出了问题，就是机械出了毛病，而是有人去做的。坦白讲，这件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查出是谁干的。为了这件事情，把整个福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5700名水兵全部拦下来，干嘛？刑事调查。不让你上船，已经在希腊的港口靠岸，也不让你上船，放下去。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查出来是谁干的。现在美国海军已经有初步的对象了。可是说一句实在话，对于这个航空母舰上
这种事情是等于是第一招，竟然涉毒。如果航空母舰上面有的话，其他的战斗舰艇可能也有。这就是对美国海军军纪一个最大的难堪跟考验。我觉得这些事情茲事体大，非同小可。没错。好，刚刚帮我们提到了，不管是雷根号的毒品，还是福特号的失火跟这个堵塞的问题，无疑都是让美军一直号称自己是世界第一海军战力这样的威名啊，真的是把自己的招牌都给砸了。而且这样离谱的军纪管理，上次哥会不会觉得把过去做的这个大外宣 Top Gun 很帅气的这个捍卫战士的形象的脸都丢光了？当我们从外人看来讲，当然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邋遢哦？怎么会这么丢脸？可是实际上，在这次的事情上，可以看到，其实美国至少现在美国军方是很认真在对待处理这个问题，包括这次涉毒案的相关的事情的公布，因为查了好多年哦。所以到目前为止，于是大家就会主要来思考是，虽然你说这些涉毒也好，情绪不稳，做出一些失序，比如放火这些动作，它其实都会有，只是说这次现在的规模为什么这么大？所以以美国方面，像美国是这样子，我觉得跟台湾很多不一样。美国至少在整个他们的这个军事管理体系里头，对于心理问题这件事情的话，包括里头的心理医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系统，而且包括他们的整个学术研究，对于军事的封闭环境当中，可能心理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是到现在都是持续在关注哈，都有很多心理医生的配置。像我们在台湾都没有什么心理医生的配置，我们在找辅导长，对，我们叫辅导长，辅导就我们啊，我们这些以前这个念文科的哈，所以现在在这一次以色列吸毒来说，他们发现其实从3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其实刚刚干哥提到的，大家在关注是不是现在派驻的时间太长。因为过去来讲，按照规定来讲是6个月，也就是说大概180天，你一定可以上岸，甚至一定可以回到那个派驻地所在。如果你还在欧洲派完，你还是可以，比如在希腊就直接飞回，机票给你就可以飞回美国本土去看你的家人。但是现在呢，特别是以中东波湾的部分状况，包括先前乌克兰战争也是，派驻的时间延伸甚至长达300多天哈。那这个300多天，大家觉得没怎么多少，可是要知道，想象在这个即使是航空母舰大虽大，可是每个人个别的生活空间，这里头的上网各方面，你没有办法剥离开，在这么高压的这个环境之下，它真的就像关起来一样，所以心理产生巨大的部分的扭曲。而这个扭曲，寻求毒品，寻求变成失序的动作，破坏马桶，最后再烧那一些洗衣房的部分。现在其实美国是蛮认真在看待这些事情的严重性，不只是在查犯罪在哪里，主要找出原因啊。你找出那些其破坏者本身，你只是法办，原因没有找到，其实美国还是认真找的。所以包括现在包括毒品的原因也是。比如说这波毒品的原因，除了刚刚讲这种毒品不应该之外，也发现说，在整个美军体系里头，长期以来都有贩毒的网络。这个暗网，无论进出、收费或各方面的探索，其实虽然都知道，但没想到这么严重。这些列横须贺主要在日本的这个驻军基地那边才会严重到这个程度，所以才会查了这么久。所以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子啊。无论如何，这个部队的他们官兵的心理素质，你美军再优秀都一样。我相信这对于台湾，我们是中华民国国军也是很重要的注意的地方。现在台湾现在这种所谓的这个烟毒的这个东西，这个丧尸就是随便涂抹一下，你觉得在部队里头没有吗？所以要认真面对问题，而且还要建立真正的打战的中心思想。你没有一个中心思想在的时候，你终究很多东西变得很荒芜，会寻求毒品或其他破坏方式来宣泄自己了。了解。好，刚刚上次哥有提到，这个在雷根号上面的毒品事件呢，或许只是美军庞大体系里面的冰山一角，露出来水面的一部分，沉在水底下的还有多少？我们先不得而知，但我做一个假设跟阴谋论，难道是这个毒品毒枭们已经把他们的人脉安插到美军里面？哇，这个如果是这样，真的是无间道现实版啊！那当然，这个我们先不要把这个电影情节太认真，但我们先退1万步来讲，大家请认为雷根号这起事件究竟是一个单一的军纪事件，还是说其实在美军体系里面更深层的地方已经开始拉警报？我想这个军队其实也是社会的一个小缩影嘛，因为军人也不会脱离社会，是，也大部分从社会来的哈。那不过我比较觉得他这个比较特别，是他是在承平时期，然后在这个航空母舰
发现了一个群主在吸毒，还贩卖毒品，这个比较严重。那陈平时期啊，那这个一般的军事基地啊，跟航空母舰完全两回事啊。航空母舰是美国最重要的、最敏感的作战的一个堡垒啊，而且它这个在海上。那它就跟一般的地面部队完全不一样。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船上5000名官兵的，他的纪律跟管理，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种各种状况，它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啊，因为它都是一个科技化的军种。那这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在里面。发生这样子的情形是，我觉得美国一定会很重视的。即使你如果说军队跟毒品啊。那美国的军队跟毒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过往以前的历史，尤其是越战时候，事实上的话，那时候有一些不同的统计啦，我看了几个报告，美国军队在越南军队20%吸食海洛因嘛，美国政府也没办法。那美国的特种部队要派出去前，他背包里面带的不是安非他命就是鸦片。他甚至军队在上前线的时候，军方还给他一些兴奋剂跟什么提神剂，因为他要防止打瞌睡，他要防止他精神崩溃，有很多的药品，安非他命就在那个时候很盛行的啊。所以这个是战时啊，那时候陆战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时候已经打了那么久，美军的伤亡那么多，几十万部队死了54000人嘛，那个伤亡非常重的，所以他们那些军队事实上心理压力是很重的。有一些那时候当兵的这些越战的士兵讲，就是说他们下了任务以后，就是在一群人蹲在树下在干嘛？在吸毒。然后呢，这个是他们发觉最好的放松方式。可是这个事情发生在雷根号上就有问题了。你知道雷根号是爽缺。雷根号它是有海外加急，它一直在这个横须贺啊，在日本。那日本又是声色犬马的，它有什么压力啊？对，我看是过太舒服了。那问题就是说这是一个系统，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是。那这样的情况都会出事的话，如果在压力之下，福特号，对不对？就是一个压力测试，哇，军官军又造反了，还不止吸毒了，把你床都给你烧掉。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战争会越来越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越是复杂的武器啊，它很可能一颗这个舰队舰飞弹，它就全部完蛋了。所以这个压力，我觉得这个心理的问题我想也不只是美军会面临啊，所有各国的军种大概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好，也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军人的心理健康了。我们待会回来有更多的讨论。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回到环球大战线节目现场，我们第3趴的讨论呢，要来聚焦中日现在的一些博弈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来看近期东亚政经圈可以说最大的一个话题，莫过于是北京对东京祭出的这个第2刀啊，什么动作呢？中国商务部继2月的首波制裁40家实体之后呢，这后面又持续追加，前后2波，让现在日本的机构与企业总数呢，已经累积到了80间的企业，这么多的一个数量，干嘛？不卖稀土给你，不卖一些关键的两用物资给你。好，这个事情呢，已经是精准打击到包括了日本的无人机、核能、国防工业这些相关的厂商。可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那一句“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持续为此在付出很多经贸上的代价。而且我们要告诉你现在北京新增的这20家里面，一共达到了80家，可不是一些什么阿猫阿狗的公司我们就拿里面2个让这个产业圈看了倒吸一口凉气的，有谁这个日本非常大的一个公司三菱电机跟这个防卫研究所。你不要以为三菱电机是卖冷气卖空调的人家可是日本军工业的这个一把手包括自卫队的雷达、
飞弹制导系统、核心供应商都离不开它。那第二个防卫研究所呢，它则是日本防卫省非常重要的这个顶级的智库兼科研的大脑，所以对这2个重要的单位直接实施制裁，可见北京这一拳是打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位上面的，日本是真的有感受到痛的，因为可以直接斩断了日本这个高科技跟国防的供应链。那么这招会如何瘫痪日本正在全面扩张的防卫自主计划？尚志哥，你的意见？首先呢，其实前阵子被关注的就是在大连查获了2位日本富士电机的高管，在回日本的时候呢，他带了很多的这个家电，就没想到家电里面藏了稀土。然后被抓到了哈，而且现在可能要被关5年以上。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还在热烘烘，就是说，哎呦，果然他们缺稀土啊！富士电器的堂高管在东北待了那么长的时间，竟然要用这种走私闯关的方式，所以看起来真正的稀土这一波的管控有打到日本企业，就没想到马上现在中国商务部宣布了第2波管制的清单。所以呢，首先要知道这转部的清单，大家要记得哦，我们先不管几家，它是1005项。这里有所有涉及到的各类，还不只是稀土哦，它是军民管制的清单，主要是稀土，尤其主要是非常关键的重稀土哦。好，这次第2波出现了，跟先前一样，20家是管制清单，就黑名单了，另外20家是关注清单，就我已经盯上你了。所以配合先前今年年初的时候，有20家也是这样，感觉它有一个现在中国大陆管制的这个模式，就是黑名单20家，在另外紧盯着你20家。好。第2波什么意思？早先今年年初第1波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大概就是意思，就稍微有一些威吓的这个作用，但没想到现在第2波出来，好，意思未来是不是第3波、第4波，真的也都会出来呢？而且看这次第2波追加的，如同刚刚金桥介绍的，里面除了像富士电机有9家是富士电机相关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很多是日本政府、日本防卫省自己在做相关的研究跟软体推论。好，现在中国大陆很多网民怎么解读？就是说，如果日本政府要做一些概念式的样机，比如说新的这个军事设备的时候，它大概是都要从日本自己的研究机构，因为它跟美国不同，美国就只给美国的7大军工业去做研发，日本是自己研发，然后呢交给比如说30这些来帮他们做一些比如样机或类似之类，所以这一次会觉得第2波是特别针对日本军事研发，第1波针对日本的军事产业的制造，所以这里头会看到中国越打越细腻，这个部分可不是一般简单的这个思路哈，从里头可以看得出来。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是，当然现在在这1-2天，其实日本外相有针对现在有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看见了它严重性，因为现在他们认为现在中国大量的在宣传日本的军国主义，而且不要说俄罗斯、朝鲜这些对于日本直接有威胁的，包括其他很多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也都表达了认为日本有军国主义。日本开始感受到，不只是这些具体的稀土的这些管控行为，包括整个中国在大外宣的过程里头，试着把日本建立所有一切的动作都是军国主义复苏，而中国大陆的管制动作是对着军国主义这件事情越来越强烈，日本开始感受到外交的压力了。我认为可能跟这次高市早苗去 G7 里头表达稀土这件事情，大家蛮冷漠的，总觉得是你要搞军国主义。所以大家要知道，现在大家很关注的关键来了，就是说中国大陆看起来真的不是意思了。高市早苗描述的是某个未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可是中国看起来是要从历史根本性的清算。所以这一波包括稀土跟管制打多久？打多深？会不会不只是教训，要你高市早苗道歉或改变说法？他甚至这一波就要把日本的产业经济，包括趁着现在日本的货币、日本的等等的，包括外债，他们自己国债本的问题，要把整个日本打残。产业经济要把日本打残，是中国现在中日关系的战略方向吗？看起来越来越是，因为单单稀土就足以包括把汽车业打残了，所以这个部分的深度跟第2波有没有第3波、第4波，是大家觉得现在关注的重点了。是，好，这一波北京对东京的打击，真的是让日本不管是稀土还是稀土后面延伸的所有产业，真的被卡脖子卡得很痛苦。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坐以待毙，所以前阵子我们看到日本也有外交动作，派了外交官开心心要去蒙古交朋友，那也是寄出了一番好处啊，说要跟
蒙古来这个承诺投资机场等基础建设，来换取蒙古的稀土开发。那身边双边的关系为特别战略伙伴，眼看呢可以在中国的大后方挖走一块稀土的基地。这个剧本写得非常的漂亮，想的是做梦都会笑。但事情有这么容易吗？现实很丰满哦，幻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中国外长王毅马上一趟闪电急访乌兰巴托，直接去搅局，让你这个局做不成。蒙古也倒戈了，直接把日本这个庄脚在蒙古给拔掉，所以这个里面就很有意思哦。我们都知道蒙古一直想搞所谓的第三邻国的一个政策，就是试图在美日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既要摆脱对中俄的过度依赖，然后呢也要在日美之间做一个周旋。所以地缘政治、地缘这两个字在这个案例里面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大使，你这个外交是专业的，帮我们拆解一下这一场中日蒙三方地缘政治的拉扯。反映了像蒙古这样的一个内陆国家，他要在美日同盟还有中俄联手这样大国博弈之下，他怎么选边站自己才会最有利益？他选边就是基于现实的考量。最近蒙古国的新任总理啊，年纪很轻啊，他最近去参加这个 Davos 夏季论坛，他有一番言论，事实上大家都在注意。对，他的解释就是说，其实对蒙古来讲，紧邻中国是一个机会，而不是一个挑战。他这一番言论的这个转变啊，其实也就可以看出来，蒙古事实上已经比较接近一个务实的状态了。是。那为什么呢？其实蒙古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一上一下。只有没有第三个选择，所以他第三邻国是自我安慰。因为当时这个所以史达林时代很厉害的时候，他跨这个蒙古边界的时候蒙古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有第三个邻国是哈萨克斯坦。哈萨克。可是，在跟哈萨克那个接邻接壤的地方就很巧妙的把蒙古跟哈萨克之间用中俄的这个边界把它完全把它阻绝了。所以今天蒙古今天变成入手国，他们应该去找当时史达林。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还是很高明的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蒙古今天有机会走自己道路看起来就是说那是苏联瓦解以后，苏联瓦解之前，完全俄罗斯当时苏联直接控制。你知道在苏联控制这个蒙古国的时候，你知道成吉思汗是什么地位吗？成吉思汗是历史罪人然后是世界的屠夫完全当时被俄罗斯是对，而且蒙古国也这样看，所以蒙古全部恶化，所以历史观也全部恶化，包括他们的语文也全部被消灭掉。那俄罗斯这苏联瓦解的时候，俄罗斯才慢慢有一个机会，那他才开始对外接触。那这个对外接触一开始的时候，90年代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各国都进去了，进去的国家非常的多，加拿大很有兴趣，日本很有兴趣，欧盟整个成立了一个叫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很多 project 都是做日本，都是做蒙古的 project。20年、30年过去，成果是零。那也就是说，有2个国家在暗中发功之后，蒙古就一无所获。对，谈的都是空的，因为你有全世界最丰富的这些矿产资源，可你出不去那另外一方面，你的经济到现在蒙古所有的经济80%是靠中国。那它跟中国的整体的，说实话，这个贸易量才180亿，它想搞到200亿。所以它的规模小，然后呢，地缘政治，然后完全中国大陆控制。你如果说不是一个你要建立一个很反中的一个外交路线的话，那中国大陆绝对不会让你发展起来，也不会给你机会。所以蒙古现在的情况之下，完全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上。那所以他现在的总理绕了30年好了回过头来他终于公开讲说，其实蒙古最佳的发展机会就是利用它紧邻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地理位置来寻求自身的发展。句号没有了。也难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外长一趟飞机马上就让原本谈好这个原本要合作跟日本要合作，马上把这件事情给翻盘掉。
好，所以求人不如求己，稀土握在手里，这是一直以来就是日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跟他们的愿景。结果还真的出现一个机遇呢，就是位在东京的东南方将近2000公里一个南鸟岛，这样一个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岛上没有一般的民众，主要是作为气象的观测跟军事设施使用的这么一个弹丸小岛。但是它的外海却蕴藏着很有潜力的稀土资源。哇，这个消息让日本为之振奋啊！宣布要在2027年全面调查南鸟岛外海稀土开发的这个可行性跟计划。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个数据，这一批稀土藏在很深的地方，水深5600公尺以下的海底，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气压力的560倍，下面是一片漆黑，接近冰点。日本你要用机器臂在那边挖这些像豆腐、像粘土一样的沉积物，先不要说它的难度巨大好了，你稀土挖起来只是第一步，你后面呢，精炼呢，一整套的产业呢，你的环评呢，你的所有东西呢，你要建制这些东西要多少时间啊？所以你现在缺稀土，你要再慢慢建制这个东西，还是说高市首相直接为你的言论道歉吧，然后全力的去修补中日关系，让北京重新供货给你，会不会是一条比较务实的路线呢？政治人物要能屈能伸嘛，干哥怎么看？这个如果是发生在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美国除外的话我们都会哈哈大笑。但是因为是日本我们就姑且听之，姑妄听之这样子一下。那为什么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坦白说，日本在水下机器人这方面的发展是独步于全球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老实讲一句，日本的潜艇救难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也就是说，在水下的这个开发的这些历程上面，从2次大战以来，日本的确花了很多的精力跟精神，所以他这次说我们要远在我们日本东南方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最耳小岛，叫南鸟岛，大家一定可能听过，但不晓得它的重要性。好。简单介绍一下，这只有1.5平方公里的这个小岛是小笠原群岛的一部分，然后它是2次大战最有名的马里亚纳海战的其中的一个岛。这个岛是日本当作最东方的领土，虽然它这么小，可是它在70、80年前它就已经有气象站了，它就已经有飞机跑道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因为日本的这个海洋开发的研究机构的一艘船叫地球号，他在2022年的时候，他去勘探，发现不得了，你知道我们底下这个岛底下有多少稀土含量吗？有够日本可以用230年的，哇，这么多！230年，你一听，那我们有这个岛，不就完全就解决问题了吗？对不对？但是对不起，那个。目前已知他们内部已知可能需要30兆日元才有办法开发。先期提出了3兆日元，已经由那个大藏省已经同意了3兆。光3兆，你知道3兆是多少钱吗？3兆大概就相当于新台币大概5000多亿5000多亿。但是我说一句实在话，这个如果说是真的动下去的话，就不是只有3兆，后面是钱坑就像你讲，后面你要精炼对你要精炼之后，然后你的生产线，你整套制度跟规模你要建起来，不然的话，海底吸上来的稀土，它要经过精炼跟就说那个去杂质的过程。那老实讲一句，我们用讲的都觉得已经是很繁复的作业系统了。那如何能够在高适的有生之年可以看得见？所以我觉得，当然日本在技术上面的话，如果他做不到的话，没有人做得到。但他如果愿意去做的话，我觉得有志者事竟成。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向中国低头嘛。你不要再去讲台湾有事就是你的事嘛。这种话你收起来的话，我会告诉你，稀土的问题我们一切好谈。好，究竟日本能不能在南鸟岛挖到海底下的大秘宝，我们就持续关注。待会儿回来有更多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回到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要来持续看的是打了很多年啊，但是现在战况出现了一些变化的俄乌战场喽。他们现在呢迈入一个应该说更残忍、更残酷的一个阶段，因为乌克兰过去在几年我们看他一直被压着打的一方，但现在改变打法喽，而且战火是一路烧到了俄罗斯的本土了。乌军现在证实呢，对俄罗斯的这个地方斯拉维扬斯克的炼油厂发动了攻击，而且打击范围也拉到了被俄国掌控下的克里米亚，包括了互搬的海底电缆等等，也都有出事情。所以乌克兰现在很明确嘛，最近的一周就是打你克里米亚的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很多地方的这种炼油设施，我就是针对你的痛处去打。然后呢，更多的情况也告诉我们，这个效果是非常好，效果超群啊。而另一个统计呢，是告诉我们这个前线有多残忍。我们来看一下，俄罗斯现在前线的消耗已经真的是顶不住了。新兵哦，一旦被派往前线，他们的平均生存时间竟然只有20到35分钟，这样一条年轻的性命就这样消失在战场上，成为这个被绞肉机卷进去的一条性命。而且他们从入伍到战死只有10天的时间哦，10天时间大概跟我们台湾大概教召比教召久一点点而已啊，但是人家是真的在战场上丢失掉性命这样的严重事情。当然啊，战场前线的残酷我们就无需多言了，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们要分析这一波乌克兰从远程打击，打你的炼油厂，打你的克里米亚电网到海底电缆，频频能奏效，靠的仅仅是无人机那么简单吗？当然，无人机在这几年的运作下已经被他们玩到炉火纯青了啊。反而是俄罗斯去年年底2025年底的时候，还一副老神在在，感觉已经要全线推去了，已经把这个泽连斯基逼上谈判桌，要跟你瓜分土地，要割地，怎么感觉才过了半年，现在风云变色？如今俄罗斯防空出现了哪一些漏洞？军援吃紧，已经进入到何种的困境？干哥跟我们分享。好，原来在打乌东的那个4个行政区，就我们常在讲的顿涅茨克、扎波罗热还有卢甘斯克、赫尔松这4个亲俄啊，就是说比他们因为内部俄罗斯的居民比较多嘛，对，那这几个行政区不是都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了吗？怎么打了4年到现在没有完全拿下来呢？红军城呢？所以我今天必须要说实话啊，俄罗斯军队的表现实在太令人失望了。当然，你说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发展会让人家觉得说为之惊艳，为之眼睛一亮是事实，那是被逼出来的。那你俄罗斯一样是也被逼出来的，为什么没有能够在科技上面赢过人家呢？是你现在你看看这2个大炼油厂竟然受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这2个炼油厂非常重要，一个叫克拉斯诺达，一个叫亚罗斯拉夫，这2个炼油厂在俄南啊。就南俄，如果他们都受无人机的攻击的话，难怪现在俄罗斯的原油日产减少70万桶，就是这么来的。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怎么会电力会够用？因为只要油一不够用，电力一定就吃紧。为什么？一定限制你的用电嘛。所以甚至会到了民生用电都遭到了那个限制。所以为什么你会现在发现说啊？乌克兰它不是只有打你可以看得见的克里米亚半岛周边的，它连远方它都能够打，就代表说什么？代表这场战争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预判结果的地步。是，这个非常严重。然后呢，士兵现在不敢上战场，为什么？正如你刚刚讲的，平均生存时间只有20到35分钟，为什么？因为新兵上战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老兵不会告诉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牺牲，我们都已经知道状况了，因为我们死了太多同袍了。现在一个新兵要面对10架无人机，
也就是说，保证把你找到，只要你探出头来，我一定可以找得到你，我一定可以把你消灭掉。现在乌克兰用这样的方式，以10-1去对付一个士兵，纵使俄罗斯现在寄出高签约奖金，然后呢，还有说，哎，你要是这个入伍的话，不管你几岁，你在社会上你有债务的话，我给你最高免到14万美金，都不跟你拿了，当兵吧。啊，你就真的以为，哇，我如果说在外面欠债，干嘛赌博？哇，哈，如果欠了一堆债或者是干嘛的话，我可以马上免掉债务，只要我上战场打仗。但问题是你可能活不到10天，这就是现在战场残酷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讲，如果俄罗斯到了现在，你也不派士兵去占领阵地，对，乌克兰也不派士兵占领阵地，请问无人机战争打到最后，谁才是赢家？没有人是赢家，没有人是真正的胜利者。是，所以这场战争就继续消耗下去，一直到我们终于发现两边认为再也打不下去为止。那是哪一天呢？我觉得这一场战争还看不到尽头。了解。现在俄罗斯缺人、缺油、缺电，就像刚刚干哥分析的，莫斯科都必须开始找外援，连那些欠债的人都问你说你要不要来当兵，我帮你还债，就是因为没有人可以用了嘛。好，现在也出现一个很讽刺的画面，就是一头我们看到世界2个地方在烧，一头是美国现在中东战事，弹药库也打得吃紧了，另外俄罗斯跟乌克兰这边又打了这么多年，都得要靠北韩来帮你补炮弹、补人了。2大国的军火神话都在这一场的消耗战里面，让我们看到的现实。强如美国，强如俄罗斯，也是撑不住这样打。然而，西方媒体呢一直在放大俄军的伤亡，那乌克兰的伤亡呢，好像就没有那么惨烈一样。大家都是人肉做的，又不是人形机器人，对不对？俄罗斯有伤亡，乌克兰一定也有伤亡啊！就算人家的无人机战术玩的出神入化，也还是有伤亡嘛。绞肉机的残酷对两边都是一样。所以我想问一下尚志哥，我们先排除掉西方媒体很爱用的这个滤镜式的观察，现在前线的伤亡数字，你观察到真实情况如何？还有，俄罗斯都已经被逼到要用北韩的朝鲜制武器，这背后代表的情况有多严重？好，首先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非正式统计描述，现在在俄罗斯已经牺牲了120万人，那么乌克兰80万人，这今年年初的统计啊。那么又打了半年了，到底实际状况如何？因为这个真的官方都没有具体宣布他们死亡多少数字哈，都是变成是自己掐着的，所以你很难说清楚。然后，如同刚刚讲的，这场俄乌战争其实不得不说，它确实是这个近代的军事作战史当中的一个非常迭代的，因为无人机出现了，无人机不是蓄意的，是乌克兰为了在防御过程当中慢慢搞出来的。好，可是无人机现在变得最大的关键，包括最近1个礼拜以来，就是因为乌克兰的这种大型可以飞几千公里长程的无人机，而且又是低空，所以飞到莫斯科市区周边去炸炼油厂的时候，所有都拍到了哈，特别很多中国的网民都拍到了。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你雷达抓不到，因为它非常非常低空，而且你飞那么远，你已经从那么远的地方飞了几千公里飞来。大家都说俄罗斯为什么不能拦截呢？有好多的部分的提问，但这就是现在无人机乌克兰研发的状况。当然，俄罗斯自己的无人机攻击基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是他现在攻击炼油厂这个整个战略，确实把俄罗斯，包括这2天普京说俄罗斯这个燃料缺哦，因为莫斯科周边的这几间炼油厂是供给大莫斯科地区的燃油，包括汽车、石油的超过80%以上的重要炼油厂。你炸了的情况下，连除油槽我们看到炸飞了那个槽飞到半空中，你就真的没油嘞。莫斯科现在就没油。好，我们现在看的部分是人究竟需要什么多少人来打仗？他现在需要包括北韩的人，可是他不是无人机吗？感觉现在人最大的意义现在不是打仗，是要占据那个土地，有那个军队的人站在那里，好像才算数，是作为未来政治输赢谈判的。可是真正就武器上来讲，大家双方面台语叫都俗个腾口，就大家都看起来都只剩下内裤了。所以很多人都觉得普丁你在干嘛？普丁你干脆要不要就打个核弹啊，或小当量的基辅炸一炸，恐吓一下？可看起来普丁是一种老神在在吗？又有缺。可是你说真正的就是俄乌在打吗？平民普丁大家都知道，战略上白俄罗斯是多军力雄厚啊。如果你真正要全力攻下来，你把周边弄起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可以全力攻击的。
所以现在这场战争怎么收尾？普丁的心态是什么？泽连斯基靠着继续吸吮欧美的部分给予他的军援跟经费，还要继续打下去，是无以言喻的。而且人家无人机一直研发，厉害到这个地步。所以这场战争，我们都认为本来都觉得好像赶快可以结束了。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跟的是烂尾，不知道怎么样收场了。是，确实，像上次哥讲的，普丁现在的态度真的是非常重要。但普丁总统，他面对现在俄罗斯燃料短缺、人员短缺、武器短缺的现实，他怎么说？他的态度还是很强硬。他不但拒绝了乌克兰提出的停火协议，持续强调我们的俄军一定会夺取乌克兰的4个区域，把这场战争定义为国运攸关的时刻。简单说，卖芒果干了，你们再不来帮忙打仗，我大俄罗斯可能要出事了，已经开始卖这个芒果干了。那我们要怎么解读普丁总统的态度跟说法？俄罗斯究竟有哪些杀招还没有出？有没有刚好像上次刚刚讲的，想到核武牌这张牌呢？我想的是很可怕，但是如果继续拖下去，狗急就会跳墙。俄罗斯人如果真的被冻急了，核武会不会是一个选项？谢老师，你觉得可行性？其实现在俄罗斯的社会有一点反感，对普丁有一点不耐。那这些不耐不是鸽派哦，这些不耐都是鹰派出来的。为什么都是鹰派？他们是说，不是说这场战争打太久我不太爽，你为什么不用尽全力来打？这是鹰派的反扑哦。这个事实上，普丁他能够出来在俄罗斯掌握这么多，掌握政权那么久，就是因为他是鹰派。是，因为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啊，出手快很。出手快啊，他是鹰派为主的，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完全看普丁了。那普丁事实上前2天承认说现在缺能源哈，缺油哈，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有一种解读就是说，是不是他已经做准备说，如果这个战争再这样下去的话，你老是打我的这个好能源设施的话，让我们的俄罗斯老百姓说，我必须有个交代啦，那就要出重手了。什么重手的话，那不晓得。有这种预判啊。因为现在这个战争很多，最近包括俄罗斯自己学者说，这个战争有可能变成永恒战争，就一直打。因为在战场的前线现在是很焦灼的，而且说双方都往后退，中间留了一个很大的缓冲区，是谁在缓冲区上？都是无人机在那边飞。所以乌克兰最近乌克兰那边最近前2天有个提议说，我们双方都停止打了。